当别人没有在 push 他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办法常态性的去发挥他的实力出来。觉得逼自己是要透过外力来逼，该怎么解决？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Hello， 欢迎回到马克凡的生活 CEO， 我是 Mark Van。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不逼自己一下，哪知道自己这么有实力？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状况，公司撒了事情下来，或者是学校有事情下来之后啊，有 deadline 就很有信心，就开始把它越做越好，实力也逼出来。但是面对自己啊，想要减肥或者想要培养一些才艺，没有一个 deadline 出来，开始发现到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个实力给逼出来，那很困扰。我过去我也不太会把自己逼到这么最后一步，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人生的每一个困难啊，它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，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。所以啊，那时候我就发现到，在学生时期的时候，我没有逼自己的事情，结果它居然在我26、27、28岁的时候呢，它出来了。那时候我就会很懊悔自己，为什么我不在大学的时候呢？我不在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变成一个习惯，把它养好。有一天啊，我就自己在骑车的路上，我就突然顿悟了一件事情：原来人生的苦难，人生会遇到事情，你当下没有解决，当下没有让自己突破，它只会在未来的生命当中换一种形式跑出来。很多人他在公司上面遇到一些阿里不扎的鸟事，他就觉得哇，这公司很糟糕，怪说公司不好，什么东西不好，然后他也不会想着要去检讨自己，然后到下一家公司又再遇到一样的状况。其实这跟这个逼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没错，因为他当初会离开，他觉得他不适应的环节当中，就是因为他那边是他的弱项，他没有逼自己成长。然后呢，到另外一个环境就只会一错再错再跑出来，所以他会一直在泥沼当中，一直在循环。那你会说，那就在工作里面嘛，那我不影响我的生活就好。但是我知道人的个性啊，是塑造成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思考的。所以这一个失败，这一个缺点，它会在生活当中也会跑出来。所以后来我就体悟到这件事情，那我是不是我要告诉自己，只要我发现了我自己的坏习惯，我发现了我自己能力不足的地方，我就尽可能的在我发现的短时间内来把它建立起来。那如果这一件事情我建立不起来的话，我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计划，来协助我自己越变越好，来帮助自己把它建立起来就好了。你纵使没有所谓的 deadline， 你也开始让自己呢能够 push 自己的 deadline 出来，因为你开始帮自己设定了自己的 deadline，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外界去逼，你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发挥这个实力。跟大家分享一句话，你要平常发挥实力的话，你就必须把那个实力变成你的常态习惯。如果你没有把你平常的高标准的实力变成常态的话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再突破你的下一阶。所以啊，不是说你一定要逼自己一下，说实在的，你的人生不是短跑。如果你一直让自己呈现是要有一个 deadline 短跑跑道，那这样子你会非常之辛苦。你应该去想的是我现在短跑可以跑到这个速度，那我能不能让跑这个速度呢持续跑超过2倍的时间，超过3倍的时间，让它变成一种常态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让你自己变成都可以有很好的实力在发挥了，变成一种肌肉记忆。你必须要让优秀变成一种习惯，让你的技能变成一种肌肉记忆。如果说你现在也遇到这个状况，你发现到自己不逼实力就不会出来的话，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件事情，让你目前的这个实力变成常态吧，让它发生在你的每一个环节当中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如果你认为你现在写作能力都越写越好了，那从你的报告书里面来讲，从你的日记里面来讲，从你的部落格里面来讲，从你平常的用语来讲，都让它变成一种习惯，来帮助你自己变成很会写作的一个人。就如同我来讲好了，我为了要让我自己在提案跟商讲的能力可以变更强，所以我平常在讲话的时候都会让自己训练自己的口条跟语调。所以我平常的口条跟语调养成习惯之后，我上台演讲，我上台去做提案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，那我就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在结构、在逻辑上面了。那是不是我就进而又再突破自己一次呢？所以我只是把这种高强度变成我平常的生活而已。我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是需要逼一下才可以发挥这个超常能力的话呢，
呢，那就先把这个超常能力的感觉记下来，把它变成常态发挥，下次你才可以帮自己再突破，再逼的往前进一点点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马克凡，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《关键思维》当中，你可以来看看书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那今天呢，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。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一跟礼拜四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